前辈你在吗？我有话想说。入山门那天起，师父便让我立下誓言。他说，每位修行之人若要入门，必须以道心立此誓。弟子心梅，今日在此立誓，我自愿离开俗尘，踏入仙门，自此当潜心修行，感悟天道，善始令终，抗怀物外，绝不以仙家术法涉凡尘世，扰人间序。若违此事，道心尽毁，再难登阶。可每到这般关键时刻，我却总忍不住。师父说，我这是火气太盛，但我扪心自问，我并不是抑制不住怒火，而是有事想不明白。天梯已毁，所有的修行之人都再难成神，那我们刻苦修行，到底所为何事？仙门中人，人人都手握不二力量，却隐居山里，既不能成神，也不能做人，两不相帮，两不相干。那我们所修之道，尽头在哪儿？我们所谓道心，又本源何处？前辈，如果你知晓答案，可否指点一二？要下雨了。无论如何，多谢前辈管我这桩闲事，但说到底，还是怪我违背了誓言，酿成大祸，是惩是罚，都该我一个人担着。所以前辈，莫要再插手此事，以免被我牵连。多谢。不必接了，就让它漏吧。反正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。去哪儿？回之前那个宅子吗？回魏县。外面有很多官兵都在抓你。所以我们要分开行动，你们要先走。这个给你，一定要把它保管好。你是哥哥，所以银子由你来保管。回去以后，你们要去甜水巷找一个叫孙瑶的老爷爷，就跟他说是我让你们去找他的，他会照顾好你们的。这些银子足够你们上学堂，好好生活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在魏县还有一个祖宅，你们可以住进去，虽然破了点儿，但是可以遮风挡雨，这样你们就有家了。可是姐姐，我舍不得你，你会回来看我们吗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怎么回事？这花竟然蕴含了如此强大的灵力。
话为何有这般功效？如此天才地宝，陆大人为何会送给我？他到底知不知道这花的底细？官人，站住！我们出去吧，我们有急事啊！给我排队去，快点！走啊，走。他这就走了？仙门众人都在四处找他，现在不走，恐怕难以脱身。走了最好。新仙子是清醒的。等一下，头抬起来，把帘子掀开。走走走，走。哦，对了，苏太医给你的信，他的不朽丹马上出炉了，催你赶快回崇灵谷。好，确实耽误了一些。那你先去，我过些日子再去找你。怎么，又遇到你的老相好了？嗨，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。人生苦短，这稍不留神，缘分就要溜走了。你的缘分那么多，还怕溜走一个两个？不管成与不成，都得去告个别嘛。我这叫有始有终。行，官道等你。哎。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有线索了吗？大人，他们说，在城中搜查时找到了那女修的落脚处。既然有了线索，那就速速告知几位仙师。是。仙师，城西一处破庙，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女修的衣物和烧了几天的柴火堆，身形和时间都能跟她对得上，但看样子她是走了。这走了？衣服上沾了不少血，想来是重伤不愈。又得知大人府中如今有重兵把守，索性逃了。慢点吃。早点回去。姑娘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好。可是我舍不得你。放心吧，我会没事的。一路顺风。
还敢来，有胆色。要办的事没办完，想杀的人没杀尽，怎么走？62爻，剥卦阵，天无路，地无门，天时地利尽失，仅凭人和，姑娘，还如何闯出一条生路呢？天地有序，万物有法，你违背道心，以修者身份插手凡间俗事，便早该料到今天。以仙法对付凡人，你们说这是恃强凌弱，不行。那以强权压迫弱小，残害同僚，就不叫恃强凌弱，仗势欺人。真论起来，他们还不如我敢做敢当。为夫报仇，你也是个痴情人。可惜啊，我碍于仙门规矩，不能帮你寻仇。不过，送你去九泉之下与你夫君相聚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情之一字，伤人伤己，可悲可叹呢。你是客栈内人。凤凰神在上，今日为你献上鲜血与灵魂，望能得到你的庇佑，赐下神力，助我们得开天眼。月影天眼，今日，凤凰神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，找到了杀害鬼先生的凶手。还得多谢驯木金刚带来的蔽日幡，才能寻到凶手的踪迹啊！鬼先生此去京城，本是给那些大主公们送货，本应拿了好处就走，可他贪心不足，非得多管闲事，惹得杀身之祸。错虽在他，可他毕竟是夏玄子的儿子。夏玄子此人狠戾阴辣，
睚眦必报，便是教主也得避让3分。鬼先生是你们碧水分坛的挂名长老，此番死在京城，夏玄子是不会与你们善罢甘休的。驯木金刚说的在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遵循凤凰神的指引，取了那女子性命，给夏宗师一个交代。凤凰神已经给了我指引。凤凰神，天威盖世，所向披靡。凤凰神，天威盖世，所向披靡。你找什么呢？找点药。阿静，药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病人的饭菜做得清淡一些，另外1份粥不要放盐了，有菜有肉就行。再多烧点热水。行，知道了。你别动，我来。还是我来吧。客官，给我吧。哎，老板娘，你干嘛？送药啊！那姑娘一身的伤，若不赶紧上药，岂不落了疤？哎，给我。客官，老板娘给的药。来，多谢。多谢客官，您之前都给过了，你可真大方。就你牛腿，就你跑得快，就闲着你了，是不是啊？还知道疼，干活去。老板娘，消消气，坐会儿。甜吧？酸死了。嗯？明明是甜的。哼，是老板你心酸，所以吃什么都酸。给我讲讲呗，你跟老陆是怎么认识的？想听？20两。 50两，不用找了。我说的是黄金。也罢，今日店里没什么客人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忙，就同你讲讲吧。我和他是在11年前认识的。 那是我们见的第一面。劳烦福伯相送了。啊，先生言重了。先生能亲自教导少爷画艺，是李府的荣幸。那天出门，我穿了自己最漂亮的裙子，可惜摔了一跤，裙子脏了，脸也花了，肯定很丑。 没事吧？但他没嫌弃我，还把我送回了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我新搬来的邻居。他是个画师，技艺精湛。我听人说他很有学问，不是一般人物。
他不爱吃饭，2日也吃不上一顿，瘦的骨头都要凸出来了。我见了，便时常去给他送些吃的，但时间久了，渐渐的，也就歇了对他的那份心思，不常去见他了。这就对了。可过了半年，有一桩天大的祸事落在了镖局身上。镖局做的是生意往来，给官府交些税租自然合理，但那一年要交的税额却出奇的高。我爹说，那叫不朽税。上位者想要长生不老，自然得要投入些资源，但这些资源却要从我们百姓的手里抢。刚开始，不朽税只在东乡那边收取，许是消耗的太大，不得不扩大税收范围，而我们镖局便被纳入其中。我爹为了生计，便打算举家搬回老家，可他们却不肯放过我们。以为自己没救了，可他出现了。我自幼习武，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练刀了。我拼了命也打不过的那群人，他一招就杀了。我甚至都没有看清他的招式。自那时起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凡人。再后来呢？后来，他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那些蒙面人死了，可我知道，我的仇家还在，就是我们那儿的县令。他贪了税银，填不上窟窿，便想用百姓的家资去填，于是装作盗匪，抢夺财货。那一夜后，家里除了我，就只剩下一个小厮和喂马师傅，就是现在的小二和厨子。我们怕仇家再找回来，便也就离开了。然后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山坳，潜心练武。这一练就是5年。5年后，我们练成归来，找到了仇家，报了仇，就彻底离开了。然后就在这儿开了平安客栈。总得谋生，不是？我其实没有想过再见到他。我知道他不是普通人，他可能是修行者，也可能是有狐族的仙人，或者是……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注定也没什么结果。房里的这个姑娘，是他的心上人吧？
为什么这么说？刚刚他抱她进来的时候，看起来很紧张，眼神里有怜惜，还有心疼。我们相识一场，镖局上下对他这个邻居也算得上和善，可就算我全家被屠，也没有见过他这个眼神。也许吧，应该是喜欢的。唉，可惜啊，也注定没什么结果。对了，他自己要喝的，不是我灌的。唉，也没喝多少，谁知道就这样了。小二去给他熬醒酒汤了，等会儿灌下去，估计就能醒了。但也可以理解，多年情伤一朝袭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他这么多年没嫁人，是心里记着你呢。你看你，多少人？哎，对了，楼上新姑娘怎么样了？已经喂了血，很快就能好了。你的血自然是疗伤圣品，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等她醒过来，你该怎么办？她之前可是以为你死了，拼了命去救你。现在你好端端的在这儿，就算傻子也该知道不对劲了。更何况，他昨晚都看到你的脸了。要不你跑吧？跑？对，跑了多干净，谁也找不着你。二位没有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好。好心狗肺的。都说一醉解千愁啊，他可以，你也行。陛下有令，大理寺卿梁文景以权谋私，陷害忠良，判处梁家抄家灭族，长子梁权，次子梁忠都已抓捕入天牢，尔等若要阻拦，一并同罪论处。走。脸上受伤了，包扎一下。
外面出事了。估计是梁府的事，跟我们也无关。你身子如何？是否还虚浮无力？他那一掌威力不小，我且还有损，怕是要调理些时日了。金师兄，劳你再帮我拿一枚养元丹来。那位高人术法非凡，瞧着并非12仙门的绝学。金师兄，你常在江湖行走，可曾听说过他的名号？万法以缘为满，峰回路转，总有再相见的一天。怎么了？是朝廷的官兵，宗定帝不知吃了什么糊涂药，忽然要为那个女修的夫君翻案，梁府的人都被抓了去，定了抄家灭族之罪。翻案？是，还派人找了我们，说那个女修是朝廷派来的，杀了那4个官员也是皇帝的意思，不算仙门私自插手凡间之事，叫我们不必管了。当然是他们求着我们来的，如今又拿出这套说辞，倒弄得我们里外不是人了。嘘，有人来了。白师兄来了。白师兄，诸位勿怪，白某来晚了。你醒了？想喝水？你怎么不叫人呢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饿不饿？想不想吃点什么？不用我帮忙吗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我就在这儿。辛姑娘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看来死得不够彻底，那我送你一程。你冷静点。要么今天你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。这件事的确是我不对，要打要罚我都认，但你先听我解释啊。去阴曹地府解释吧。那姑娘的伤才刚好，去死吧！你不管管啊？管不了。多大仇多大怨呢？唉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还打吗？好，既然我动不了，那便听你的解释吧。凌迟那日，我的确没死。不应该从这儿说起吧？陆大人，在京城屡次暗中救下我的人，也是你。你既然有这般本事，为何会身陷囹圄？又为何会甘愿束手就擒，遭人凌迟？我自有缘由。自有缘由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
你明知自己不会死，又为何与我成亲呢？又为何对我说那些话，让我以为你会死，让我心有牵念，对你不敢，为你报仇？我没想到你会那样做。好一个没想到！你空有一身本事，却放任别人冤你、罚你，让自己身陷极刑，让旁观者为你不值。你明明不会死，却还要与我成亲，还交代我死后为你烧香供佛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是在耍我吗？是你要解释的，那你便解释给我听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我以微末本事打抱不平，替你报仇，险些送命的时候，你究竟是作何感想？是觉得可笑，还是觉得我愚不可及？是感激，新姑娘，我很感激你。只是我确实有不能与旁人说的理由，这关乎着我的身家性命。但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如果仍然觉得怨恨未解，就来大堂找我。